来伊朗前，我们想象过制裁之下的德黑兰的样子，但一天下来，我们发现真实的德黑兰真是大不一样。德黑兰这儿骑摩托车的人特别多，看看德黑兰的街有多乱，用生命过马路。不只是抢游客，他们也抢当地人，非常浓的汽油味儿，竟然有烤鱼。我们在这儿堵车的这段路，就能看到不停的有骑摩托车的人从旁边的小路或者人行道上面穿过去。可能是因为汽油便宜，所以很多人都开车，开车的人一多就开始堵车，就导致不好走。然后就有很多人换了摩托车，然后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从小缝里边能钻过去。现在我们能够闻到非常浓的那种汽油味儿，感觉那个汽油味儿要比埃及的更重一点。我不知道是整个车都会这样，还是说因为我们坐在最后一排。反正据说这边就是因为石油很便宜嘛，所以汽油价格很低，所以大家都开车出行，然后汽油味儿就比较重。公交车看起来好破旧。我感觉有点像那种会闹鬼的公交车啊！居然公交车还不关门。现在是早上7点19分，德黑兰在进入市区的口这儿已经开始堵车了。我们现在就在一咣当一咣当的慢慢往前走。如果是晕车的人，真的不能坐在后面。而且发现德黑兰这边的当地人开车加塞儿非常厉害，而且会有大量的摩托车加塞儿。前面遇到了一辆抛锚的公交车。看司机再往那个里边，不知道是加水还是加油，就是拿一个大桶在往里灌东西。现在已经有一些小店开门了，卖零食的和水的，但是感觉不知道这个位置是不是在郊区，感觉地上的垃圾稍微有点多。我们现在应该还是在德黑兰西南部的偏郊区的位置，应该还没有到市区正中间，所以能明显的感觉到这边的房屋要相对的老旧一点，破烂的比较多一点，地面也是垃圾相对比较多，地面的平整程度也会比较差，还有很多看起来很旧、很老、很破的车，不知道到了德黑兰的市区之后会怎么样。这个建筑看起来比较新，它可能是一个学校或者是政府机构之类的。转过一个街角，看到的这些就是又老又破旧的楼和街边小店，很像90年代初、80年代末那会儿还没有整改的北京小胡同或者北京郊区。但是明显能看出来，伊朗它是波斯，它跟阿拉伯是不一样的，它没盖完的房子，它所有的房子都是封底儿的，正常使用建造，不像阿拉伯那边你到处都能看到不封底儿的、没盖完的房子。那是因为阿拉伯那边房子盖完了要收很重的税，所以他们就都不盖完。像是一个小街心公园，伊朗这边的城市公园会很常见。你每走过一段时间，你就能看到这些城市公园。这些公园都是免费的，然后里边都有喷泉呀、各种花草树木。平时市民可以在这遛弯什么的，然后也有专门人打扫。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不错的。这片公园还是挺大的，还有也有一些健身器材，还有一些小孩玩的碰碰车。因为这边快到自由塔了，所以这应该是自由塔周边的那个休闲公园，算是比较大面积的城市花园了。在德黑兰看各种景点，不仅需要规划路线的能力，更需要不会堵车的运气。我们接下来去了伊朗国家博物馆，那地方收藏了很多伊朗全国各地的文物，其中不乏镇馆之宝以及外形有趣的藏品。然后就是德黑兰市中心的古列斯坦宫，这座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宫殿非常华丽，镜厅闪亮的都晃眼。也因为近代的王朝都在那儿办公，也有很多王室的秘闻和趣事。德黑兰堵车实在是太厉害了。我们从古列斯坦宫出来之后，本来是要坐大巴车去吃饭的，结果大巴车被堵在了路上。据说我们如果等大巴车开过来，可能需要等20分钟，然后再坐着大巴车到餐厅，可能又要半个小时。我们决定步行15分钟，直接走去餐厅，看看德黑兰的街有多乱。现在我们走的是人行便道，上面都是骑摩托车逆行的，汽车道堵成这个鬼样子。德黑兰的公共汽车服务已经有100年历史了
30年前也有了5个电车，更是在15年前有了快速公交。不过，仅可容纳70万辆汽车的德黑兰，街道上行驶的汽车已经超过了300万辆。还有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些见缝插针的摩托车，眼前的堵车就变成了日常情况，还造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1个月就会导致4000人死亡。我的妈呀，咱们的车堵在这儿了，这要等开过去是没个准儿。我们大概刚才从普列斯坦宫那个路口走过来，差不多走了10分钟了。看样子果然像导游说的，如果我们要是站在原地等大巴车，它能过来得半个小时以上了。好，来继续看街上的景色。前来 School of Prison， 这里是个学校。妈妈，咪咪，这里的猫都不怕人，而且都养得可肥了。来啦！咦，你看猫都多嚣张，都是主子们。拜拜。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他好像说的不是英文，可能是因为咱们说了一句词拉，他以为咱们能听懂。他们特热情，这2年又好点，前2年疫情有遇到过中国人来这儿然后被骂，毕竟疫情当时在美国那边宣传下，就是说都是中国造成的嘛。我们拐进了一个小胡同，走了。哎呀，这个是我们午餐的地方，一个镂空报几，镂空小花报几。然后这还有小花门、小花灯儿，还有唱歌台。看看我们今天中午的自助，我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中午吃什么。这边有馕、脆馕、番茄酱、沙拉酱，传统的中东式碎块沙拉，2种调料，拌好的圆白菜、红菜头好像是，西葫芦和酸黄瓜，还有柠檬。这边是素菜、玉米和白菜花，烤鱼，竟然有烤鱼，鸡肉、牛肉、烤番茄和辣椒。他们好像还挺能吃辣椒的。这个是鸡腿，香料炖的鸡腿。然后这边有炒面，有薯条，这边是典型的中东抓饭。这个是什么？糊了的玉米饼吧，然后还有奇怪的糊糊。好了，今天的中餐就是这样。谈一下第3题。我对这个烤爸爸的印象还是挺不错的，不过它里边有骨头，吃的时候得注意点。在这么炎热的天气吃这么多的青菜很爽口。因为热，所以我也没拿太多东西。这个自助餐厅的餐稍微有点少，但是也够了，因为累了一天，其实不是很想吃，差不多能吃饱就行。整个饭里最好吃的就是这个烤爸爸羊肉，虽然是羊肉末，就是羊肉馅儿做的，但是它那个味道调味特别好，而且不是特别咸，稍微有一点重的羊膻味，就很好吃。他们西瓜特别甜，跟新疆差不多，都特别甜。都是自助，西瓜也是自助，吃完可以再要。下午还有一个点儿，据说是因为他们下午3点就要关门，所以3点之前必须进去，所以估计可能会比较早结束，然后回酒店休息。伊朗的交通我们真的是服了，我们的大巴车逆着就过来了，然后现在我们得逆着所有的车上车。刚刚我们从饭馆出来，在门口等车的时候，就亲眼看到了一个骑着摩托车的人抢了一个当地中年人的手机，不只是抢游客，他们也抢当地人。现在因为疫情和制裁的影响，德黑兰这边现在也比较乱，它也有很多其他乱七八糟地方来的人，然后骑摩托的也特别多。我们就在那个路口看到一个摩托车特别快速度就冲出去了，我们还奇怪怎么回事呢，然后后面就看着一个中年人在后面追，但是他根本就追不上，不可能追得上。然后我们的导游就说这就是刚刚被抢了手机，所以跟我们说就是走在大街上，手机一定要放在包里，放在兜里，保护好了。如果拍完照片之后别在手里拿着，太容易被抢了。接下来我们要去北部的王宫参观，眼前的就是德黑兰的北部，这边的地势比南边高点，看上去空气也稍微好点。据说在这边居住的多是有钱人，所以这儿的物价、房价包括用餐都比市区贵不少。而富人区这边的房价也会高到大概每平米7、8万人民币的水平，以伊朗的物价来说，这一点也不便宜。能明显的感觉到北部的街边景观、路况都明显好于南边，房屋也都高档不少，感觉伊朗的贫富分化一点也不小。
然而就在我们快要到达王宫时，导游接到通知说王宫附近的道路被封了，我们这大车也没法走旁边的小路，得白来一趟。于是我们下午就只能先去间谍博物馆和地毯博物馆。这俩博物馆可以看我们前面的视频，尽管在地毯博物馆出了点事儿，但也都挺有意思的。到了傍晚的时候，看了一天博物馆的我们前往晚餐厅，期待会有比午餐更有伊朗特色的食物。我们又来到了伊朗的北边山上，因为我们今天入住的酒店就是在北侧的山上。这块看起来确实是有钱人聚集的地方，房子都看起来比较干净，也比较高档，还有很多正在建的新的楼盘。我们尬游了1个小时，终于尬游到了准备吃饭的地方。大游马路，然后又要用生命过马路，这里过马路真心非常危险，你要加分儿，要拿出90年代北京过马路的劲头来，差分儿。这是我们吃晚饭的地方，这环境看起来还不错，看起来挺高级的餐厅的样子。在我们进入饭馆之后，还什么都没有呢，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桌子上就放了一个凉菜，沙拉沫沫，典型的中东风格，全都是碎的。这儿有一袋千岛酱，它是保鲜膜封好的。看看一会儿的主菜吃什么。我们2个人一组沙拉，就还好，我们2个人一起吃就怎么霍霍都没事。现在什么都没来呢，我觉得我可能吃沙拉就吃饱了。因为渴，所以我不想吃沙拉酱，有那么一点解渴，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死。他说一会儿饮料车会推过来，里边有可乐、雪碧，然后还有他们伊朗的假啤酒，就是带着碳酸的果汁儿。我们准备尝一尝。哎，你这边要什么？我要那个假啤酒。你呢？我也要假的。这个无酒精饮料，柠檬味，来开罐。有一点气儿，先尝尝。有一点啤酒的奶香味儿。有个屁，就是柠檬苏打水，然后加点糖，跟格瓦斯可像了，就是它调了一些味儿在里边。我们的主菜来了，好大个，我觉得他们这边的鸡好像都比咱们的鸡大。然后是几个人1份的米饭，他们吃米饭会往里浇黄油，这得多油啊！来馋一点，尝一下鸡腿味道怎么样？这个好像很面，软是吗？绵软。就是先煮熟，煮的特别辣，应该是他们自个儿调的那种酱。鸡肉它提前腌过，然后里边很入味儿。我知道外面这个酱汁的味儿像什么了，茄汁沙丁鱼那个茄汁的那种味儿。吃口米饭，好吃吗？一路的强多了，一路那个太硬了，然后还带着一点黄色的那个酱糊花，吃起来还算挺有味儿的。啊，C 罗来这个酒店住过之后，这就立了个凉水，直接冲，刺激，太刺激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可别错过我们接下来精彩的伊朗之旅。